我讲哪儿的我都忘了讲哪儿啊。俄罗斯这事儿啊，就是我说的哪儿了，就是这个美国啊，他就想控制东欧，然后又不想出钱，你知道吧？现在美国就穷的要死，所以他不想出钱，他还想打仗，而且想通过卖武器赚钱。完了这种情况呢，就得恶心，就得收拾欧洲人。然后这欧洲人，你说他能受得了吗？所以欧洲现在在想办法呀，说不行啊，大哥，你不能这么整我呀。于是乎呢，就派大量雇佣兵，说只要乌克兰不倒啊，我就能陪你玩到老。所以说呢，我就继续得支持乌克兰，完了就打进那个库尔斯克地区。然后欧盟这边很明白啊，就是如果现在让俄罗斯放着俄罗斯继续往那边干，就是在没打库尔斯克之前啊，没干到俄罗斯本土之前，俄罗斯这边在乌克兰换兵了，换了得有4.7还是7.4万。反正挺多的，就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这个节骨眼呢，里里外外想要在乌克兰大总攻了。如果放任俄罗斯大总攻的话，乌克兰彻底废了。所以如果乌克兰整个废了，不但泽连斯基没命了，甚至未来几年对欧洲来说相当危险。现在欧洲整个就有一句顺口溜嘛，叫不偷不是这个意大利，不抢不是法兰西。反正说现在整个欧洲的经济都快崩溃了，就整个一个巴黎奥运会，老铁们，你们有条件咱们去到巴黎去看奥运会的，我就问你们丢多少东西就完事儿了，对不对？运动员啥玩意儿叮当4、5、6就被抢，那自行车都被抢了。所以说现在整个欧洲经济被打废了。如果打到俄罗斯本土，让俄罗斯战火也烧起来，那这个停战那就很难谈了，甚至说就是很难开始，就是这个仗就必须打下去。如果把战争拖下去，美国就没有办法抽身。现在美国什么概念？你知道欧洲什么想法吗？就欧洲现在想的是说，你美国在我欧洲脱身了，你肯定把精力放在中东，对吧？现在整个大家在拉扯什么事儿呢？在拉扯说最后美国的一缕缕精力放在哪儿？放在哪儿，哪个地方还能存活下去啊？如果不放的话，如果放在中东，欧洲活不下去；如果放在欧洲，以色列活不下去。所以说，本质上啊，这次乌军打击库尔斯克地区，那叫围魏救赵，那叫最后一搏，对吧？单车变摩托。而这次对普京来说，老铁们，普大帝来说，我告诉你，他也没有退路了，知道吧？也就是说，不只要把乌军打退，兄弟们，把乌军打退不是最终的目标了。不仅要把乌军打退了，还得确保这样的类似事情不能发生，并且还要在战场上给乌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或者说俄军必须得加快前进的速度啊，最好能够拿下基辅。如果这也做不到，那也做不到，家人们，那后续啊，当欧盟发现俄罗斯弱点之后，他们拿捏这个弱点死死往里打，那对于俄罗斯来说压力是巨大的。所以说普大帝最开始给这9个旅的目标是撤出平民，知道吧？就撤出库尔斯克的平民，这是第一目标，没说要干。就最开始的时候，就攻到库尔斯克的时候，普大帝第一个令是把平民撤出来。老铁们，我就问你，把平民撤出来什么概念？有没有懂的？就说我要大干特干，老子要干大仗了。第二个，打爆你不是目的，我拿下苏梅州才是目的。懂不懂？怎么才能让这类似的事情不能发生啊？这都是有消息的，把苏梅州干下来了，封锁边境，这样事情就发生不了了，对吧？其实之前普大帝在战场推进的时候，注意节奏，人家很控制的。普大帝不是一般炮，很控制节奏的。他就是想未来跟美国啊，就是休整，就是怎么说呢？就谈完之后让自己休整一下。但是现在这个形势，这个节奏，俄罗斯控制不住了。战火都已经烧俄罗斯本土上去了，这就成了大问题了。所以说对于普大帝来说没有别的选择，必须扩军，继续扩军啊，以及对乌军更大程度更大力量的打击，别无他选。因此这次事件之后，普大帝很有可能啊会再次宣布征兵啊扩军呢。对俄罗斯来说，老铁们，这场仗必须打赢，没有第二个选择啊。有人都说啊，什么7天了半个月了啊，也没看怎么地，你们就放心，家人们，给点时间，你看俄罗斯怎么收拾他们就完事儿了。有人就问说，俄乌战争俄罗斯能赢吗？啊，有人说了，俄乌战争不会有输赢，怎么说呢？俄乌战争必须有输赢，知道吗？也必然得有输赢。俄罗斯不是赢就是输，这场仗没有平局。原来还能跟大家说什么停火啊、和谈的平局啊，现在没有了。有人说苏为什么这么说呢？对不对？为啥说没有平局这么一说呢？因为战争的目的现在已经很清晰了，家人们。俄罗斯为什么打仗？咱们
回首一下，就讲了3年了，老铁们，来回答我，请回答我，兄弟们，俄罗斯为什么打仗？为什么？就是避免乌克兰加北约，对不对？才打的这个仗，对不对？只要乌克兰彻底失去加北约的可能，我告诉你，这就叫俄罗斯赢了。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了，哪怕一丢丢加北约了，就算俄罗斯拿下5个州、7个州、8个州、6个州的，政治上他也输了。如果发生那样的情况，那就是另外一个级别的战争了。家人们，这叫特别军事行动，到目前为止没改名呢。如果发生了乌克兰加北约这个情况了，那叫战争，那叫宣战，那叫全国总动员，叫战时经济。我就说，如果乌克兰宣布了，俄罗斯你拿7、8个、100个州也没有用，你政治上输了，对不对？或者是俄罗斯如果到那种程度的话，至少打算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了。之前基辛格活着的时候给出的最后一个建议说的是什么？说乌克兰东部4个州给俄罗斯，然后允许乌克兰加北约。普京听完之后勒都没勒他就是因为他知道只要乌克兰加北约，接着就是导弹部署到家门口，俄罗斯就彻底废了。乌克兰他也丢不起。如果乌克兰被俄罗斯彻底占领了，那就意味着北约面临解体，意味着俄罗斯长枪短炮也干到北约家门口了，对不对？东欧一些国家会转而投入俄罗斯的怀抱，这又是北约不能接受的。那么咱们请问了，这种情况之下，我就问俄乌战争怎么平局啊？怎么打平啊？对吧？没有办法，区别就是什么呢？这场战争以谁输谁赢的方式结束，是惨胜还是大胜的区别，对吧？那现在俄罗斯距离胜利还远吗？咱说句实话，这个仗最开始俄罗斯打的是速战速决的，干基辅的时候打算1个星期干爆的，最后呢，这不是没整明白吗？所以说这个战争打成消耗战了。而且现在老铁们，咱讲句实话，战争消耗太大了。美国、俄罗斯内部现在都有停战的倾向，就是里里外外到现在来讲，咱说实话，它不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在打，是俄罗斯跟美国跟北约在打，其实最后还是跟美国在打。所以现在你看美国能撑得住吗？他也撑不住了。美国特朗普就宣布了，说他一上台就结束俄乌战争24小时。这说明什么呢？恰恰说明美国内部确实有这么一大批的人，他们想结束他们希望停战。俄罗斯是暂时停的，但现在是停不了的是想暂停，现在停不了。所以说如果老特上台，条件允许，我估摸俄罗斯也得愿意先暂停一下。那么俄乌战争如果真停了，家人们，如果真停了，毫无疑问吃亏的是谁呀？吃亏的是欧盟还有东大。对欧盟来说，俄罗斯这个它是个非常危险的存在，停下来再开打，美国可能就不入局了。到那个时候，欧盟跟俄罗斯耗下去，两败俱伤，最后的结果就是自己的主权，更多主权被美国吞噬，对吧？那对我们来说呢，美国不惜放弃乌克兰的一切利益，停战是要干啥呀？全力对付往东看的，对吧？所以说对于乌军突破了俄罗斯本土这个事儿，虽然说给俄罗斯很大压力，但是咱换个角度来想它也许是对欧洲来说，对某些人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安排。这么一来，美国恐怕就不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了更重要的是，俄罗斯西部压力会越来越大。普大帝现在他往东看，那是坚定不移的，必然得加速跟远东地区的合作包括跟咱们的发展经济的合作，而这也是我们想要的。毫不夸张来说，乌军在俄罗斯领土上待的时间越长，普大帝的决心就得越大，某些地方的开发就得越快，对不对？然后东方大国俄罗斯接下来深化投资、深化贸易合作的速度也会越快，合作的范围也会越广。我这么说有毛病吗？没有。至于俄罗斯会不会因为乌军入侵他的领土、他的本土，就直接输掉战争，
这基本是不可能的。总之咱们等着看好戏。然后说完这个咱接着说，就在昨天下午啊，有个特别搞笑的事儿，德国公布了一个特别爆笑的新闻，不骗人，我看完之后笑肚子都，我肚衩的泪衩都笑疼了。是关于北溪2号管道的事儿。北溪2号管道这个事儿你们还记得吧，家人们？记不记得？记得吧？前2年被炸的吗？当时谁负责的？凶手是谁？到现在不了了之了，对不对？然后最近德国这个联邦检察院就发了个逮捕令啊，说他们已经找着轰炸这个北溪2号的凶手了，是一个乌克兰的潜水教练。说找着了，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是跟他老婆一起干的这事儿。说他老婆呢说以及这对夫妇的一个好友啊，德国联邦检察院指控说他仨炸了北溪2号。他们是咋炸的呢？感谢2个没头像的家人们啊！他们是怎么炸的北溪2号的管道呢？德国检察院的公告里面说，他们仨人从波兰租了一个船，租了一个帆船，这个船叫仙女座号，是个很小的帆船，然后一路啊就驶向后来的爆炸点。因为是乌克兰人嘛，啊，是真的吗？你们往下听啊。因为他仨都是乌克兰人，祖国正和俄罗斯打仗呢，他们很气愤。于是呢，到达德国和挪威海上边界之后，就开始行动了。潜水教练负责潜水并安上这个炸药，他老婆呢负责技术支持，另一个人呢负责放风。然后按这个公告里说，实际上啊还有3个人，只不过那3个人都是打酱油的啊，没什么作用就算了，主要还是前面这3个人作用大。堂北溪2号管道，兄弟们，咱就说防护级别不低吧？海面上有巡逻的船只吧？我就问你，3人，还有一个小帆船，轻松给拿下了。而且事发之后他们还逃离了。哎，按理来说帆船这玩意儿，家人们懂点的知道它慢呢，帆船行驶的非常慢，想追上并不难，但愣是让他们跑了。情节大概就是这样。家人们，就这编的啊，已经不能用随意来形容了，你就多多少少有点侮辱俺们家网友的智商了。好歹你说你编的像模像样啊，这也太不走心了，对不对？各位别笑，毕竟咱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不许笑啊。当然德国的苦衷我们也理解，为啥他就好模样的编了个这么个玩意儿呢？北溪2号管道是谁炸的，全世界都知道，德国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只是不敢说，但不说就不行啊。按照流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横竖都得给个交代，反正报告得交上去，得公布，得让公众知道我们有在努力去调查。调查方向呢，美国早就给德国指明白了，是吧？又细心这个又懂的老铁们，你们肯定还记得，当时北溪2号管道被炸了没多久，美国主流媒体就突然之间开始热心肠帮着分析了，而且写了一大篇文章啊，一大段呢，说什么炸毁北溪2号的幕后黑手是什么亲乌克兰的群体。至于谁是所谓的亲乌克兰的团体啊，反正美国媒体不会说，大伙就去猜呗。就这一波操作，兄弟们，虽然明面上是此地无银300两啊，但实际上就是德国政府在发暗示说，我们给了你一个交代了，以后你别找我们了。反正现在这里外里这个事儿啊，这个大黑锅呢，直接就这仨人就给背起来了。完了这事儿就是有个笑话啊，咱就不说了。说完这个咱接着说，咱跑题了啊，咱再说今天的热点话题，咱们再说说巴以战场。现在老铁们，以色列疯了，以色列已经急得不行了，急不可耐，就非得逼着伊朗不是下场作战吗？然后拉着美军也下场参战吗？啊，以便在中东来一场速战速决的对决吗？啊，这样的话呢，以色列就能在美国彻底倒下之前，为自己在中东的未来打下一片天地，打下出海口，打下人民生活的这个希望。然而呢，伊朗，我跟你说，这哥们说句实话太能忍了。虽然今天8月15号巴以和谈结果还没公布呢，但是咱毕竟不是当事人，对吧？像伊朗这种关系最近的，那肯定早就知道结果了。我不知道你们咋想的，反正我就觉得啊，就是结合目前咱刚前面讲的，这哈马斯拿着 M90 导弹把以色列围墙给炸了几个大窟窿，并且还把那个哪儿呢，海法和特拉维夫给炸了一遍。
就拿这事儿来看，我对于这次巴以和谈的结果，我是不抱希望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你们觉得有希望我扣波一，没希望我扣波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有老铁就要问，就要讲话了，说现在谈也谈不成，这伊朗为啥还不动手啊？他等啥呢？伊朗等啥呢？咱怎么说啊？伊朗这次虽然没有像上次似的叮当456的给以色列嗷嗷的干了300枚的导弹，但是呢，如果大家仔细去观察，你们就会发现啊，其实伊朗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刚才我也说了，只不过这次伊朗是先打低烈度，然后慢慢上升成高烈度，一步步的把美国人给拖下战争的泥潭。这不是我替伊朗说话，也不是我替伊朗就是那个叫什么开脱啊，他也不是等待时机。大家可以类比的思想去想一下，俄乌战争给俄罗斯给乌克兰包括欧洲的经济造成的影响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对吧？俄罗斯经济越来越好，而对方的经济呢陷入到了普遍的困境，甚至是严重的危机。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俄罗斯有足够的战争资源可以耗，而对方没有，你整个北约加起来也不行，对吧？所以说在乌克兰入侵到俄罗斯本土之前，俄军一直是掌握绝对优势的，没错吧？对不对？而反观中东这边，家人们，你们知道以色列的经济状况成啥样了吗？那天我都说了，我说8月12号以色列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就说了，以色列无异于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自打巴以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46000家企业破产了，旅游业都停了，以色列的信用评级掉了，以色列债券几乎是垃圾债券，价格直接夸夸往下掉。如果战争再继续打到年底，以色列6万家的企业倒闭。老铁们，这是什么概念？你们懂不懂？说白了，以色列是绝不可能经受住持久战的消耗的，他必须得速战速决可是但是家人们，什么概念呢？就但凡如果说以色列真亲自己下场参战，不是伊朗老铁们说错了但凡有一天伊朗亲自下场参战了，以色列速战速决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了。伊朗有的是能源，伊朗有的是啥呀？有的是武器，有的是产能，支持拖鞋军慢慢打声音小，我知道声音小了家人们，因为那个没有那啥了没有那个声卡了，我没有电了充个电。而以色列呢，它没有资源，他手里面那些先进的飞机导弹呢，也经受不起长久的这种消耗。现在美国人开始给以色列出售 F-15这个战斗机，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从以色列买这个战斗机还要贷款上，就可以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什么？以色列的经济也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对吧？所以说现在着急的真就是以色列和美国。伊朗只要稳稳的稳扎稳打，绝对是能够打赢的。有人可能就会说了说现在呢，民主党不敢下决心，不敢援助以色列，但是特朗普还真敢这么干。你再慢慢打，等到老特直接上台了，那伊朗打个屁了。怎么说呢？这又得说美国那档子事儿了，家人们。川普背后是谁呢？川普背后是犹太金主，对不对？那确实是希望川普上台以便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然后把美军所有的力量，美国所有的力量直接跟伊朗叮当456正对，就是脸对脸面对面的开干，对不对？直接跟伊朗开干。老特呢也已经有人说什么声卡，我现在没查声卡今天美女不在状态整错词儿了，你不听出去你管我在不在状态呢？来接着说现在美国就是想让川普上台很多一大部分人。为什么他上台了，俄乌直接停了，把所有的精力对准伊朗。老特也已经公开表示，如果当选了立刻对着伊朗开战。这充分说明以色列惧怕与中东拖鞋军打消耗战，打持久战，不是惧怕，他打不起。跟伊朗直接玩命是美国解决办法的基本上是唯一的途径了也是以色列当前最急不可待的事儿。问题是什么呢？
川普一定会赢得选举吗？川普一定会赢得选举吗？目前的情况看啊，民主党的哈哈哈副总统提出的政策主张似乎比川普更赢得美国大多数的民意，对吗？哈哈姐的政策主张和老特政纲20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老特想让美国回归成正常国家，让美国再次伟大，而哈哈姐压根儿就不提美国的未来，懂不懂？只针对选民群体有针对性的迎合或者讨好啊，可谓是叫什么刀刀直戳各个选民群体的胃肠，而非心窝子。这些群体如果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并选择支持哈哈哈，那么哈哈哈的支持率我估计直接起飞了。所以说家人们啊，川普啊，尽管有枪击事件带来的支持，但是面对民主党为了赢得选举而采取的各种无下限的策略，还真未必能赢。而且即便是川普真上台了，他想象就是他在竞选这个当中吹的那样什么24个小时结束什么俄乌冲突啊，那这个可能性绝对是0的。普大帝可不是西方那些走马灯的无知政客呀，他是一个非常老练非常牛的政治家。可以这么说，俄乌战争的目标并不是占领乌克兰，而是反击北约，懂我的概念吗？反击北约啊，打击美国霸权。请注意，这才是普大帝的目标以及俄乌战争的本质啊。然后除非是什么呢？川普上台首先宣布要解散北约，对不对？否则就是那个老普大帝不可能真把这个川普太当回事儿。川普再能舔也打动不了普大帝。乌克兰军队进攻俄罗斯本土，俄军没有从乌克兰的东部战场撤走一兵一卒啊，整个第一战线的这个士兵啊，一线部队一个人都没撤，一兵一卒都没撤，这就是普大帝的战略定力。它是个证明，本土受到攻击根本不会动摇他的战略目标。那难道他会因为老特的这个嘎嘎一顿舔而改变他的战略目标吗？当前的俄乌战争和巴以战争都不太可能在短期之内结束。这两场战争，老铁们，我告诉你，没有个就是俄乌这个啊，咱就说了，今年肯定结束不了了。巴以就看怎么打，如果伊朗真下场了，中东大战必然起来，打多长时间那就不知道了。那这2场都是消耗战了，这2场战争都是人类反霸权战争的开始，开场而非中场，对不对？中场什么时候来？标志性事件有以下几种。有人说苏啊，那反霸权什么时候打到中场啊？第一个时间节点，北约解体；第2个时间节点，美国的金融包括经济危机全面爆发；第3个就是美债和美元崩溃；第4个，美国从欧亚大陆撤军；第5个，亚洲的闹腾事儿开始出手解决了。这些事件有1件或者多件发生，才算进入到中场，战争才可能走向结束，懂吗？所以现在啊，伊朗玩的是什么？老铁们，伊朗玩的叫心理战。刚才我说了，有条件的兄弟们，你们看看4渡赤水，那叫伟大。我既能调动我的军队，我也能通过调动我的军队来调动敌方的军队，打的就是你个措手不及，打的就是你个意想不到。伊朗现在是一样的，在玩的叫心理战。而且伊朗前一段时间记不记得，美国往死里调查不出来伊朗的打击范围、打击目标、打击途径。后来伊朗公布了，我就打击这5个地方，什么空军啊，什么火药库啊。你以色列你防不防？你敢不防吗？这就叫心理战，兄弟们，持续性耗着老美，耗着以色列。老美为了能够解救以色列，那是煞费苦心的，不仅在中东地区布置重兵力嘛，而且让谁呀？让德国、让英国给瑟库鲁朗哥传话，说：“哎呀，你可不能打以色列呀！”意思就是什么呢？尽力的不让伊朗动武。虽然说老美还玩了一个围魏救赵，让乌克兰的主力精英部队，但
带上北约士兵直接侵入到俄罗斯的领土库尔斯克州。但是之前普大帝有点发愁，现在白俄罗斯这么一帮忙，家人们又派过去了1万多人的援军呢，又是看在普大帝的面子上，直接将近说要努力把这个叫什么叫波罗乃兹吧，这火箭炮要给俄罗斯送过去。这么一来二去，我的个妈呀！现在俄军已经是有足够的实力了，要把乌克兰主力部队关门打狗了。现在到俄罗斯战场这些人，我告诉你，都是乌克兰的精锐部队。但是俄罗斯的精锐部队一兵一卒都没动，这还得了吗？你们要知道，家人们，这次乌克兰的这支部队就算是精锐了主要是包含了老美英国德国法国包括一些波兰人，包括一些大黑人那些雇佣兵。除了这些人之外，都是乌克兰的精锐凑的数。如果被俄罗斯切断后援了，然后他们再孤军深入了，再来个瓮中捉鳖包个饺子，后边的局面都不堪入目。这次乌克兰泽连斯基就说了，说入侵俄罗斯本土的目的就是为了后续的谈判增加筹码，根本就不是扯淡，谈判都是假的。要谈的话，2023年谈都不等现在了。司机的顾虑什么呢？最怕的就是川普上台。川普公开说他上台24小时停止俄乌冲突。乌克兰入侵俄罗斯本土的目的就是老美为了围魏救赵，用这个方式牵制俄罗斯的军力，牵制俄罗斯的精力目的就是不让俄罗斯进入到中东战争。如果伊朗要打以色列的话，老美是不希望俄罗斯介入的。一旦俄罗斯介入，老美会认为打不赢，控制不了局面。我认为老美这次围魏救赵就除非是有大批量的军队持续性的支援前面的这部分先行部队全歼的话，对于俄罗斯与乌克兰前线的主战场没有任何的影响。而且乌克兰人一旦这边全歼灭了，俄罗斯依然会回过头来直接把心思全部放在中东。所以说按照目前这个趋势，老美围魏救赵，我跟你说，能暂时性的拖住伊朗打击以色列的时间，但是总体战略不会出现变化的，甚至攻守易行的局势都不会变。乌克兰侵入到俄罗斯的领土，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民主党候选人哈哈姐增加选票，但是有用吗？我告诉你，一点用都没有那么伊朗到底会不会，家人们，咱们讲到这儿了，咱们再讲回来，伊朗到底会不会对以色列实施打击哈马斯还能撑得下去吗？懒蛋妈妈都说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家人们，哈马斯能不能撑得下去，第一点看的是哈马斯。今天我们看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啥呢？有一个男的去他们那边的民政局，就是加沙人，去办他2个刚刚出生孩子的出生证明。他回来的时候，他2个孩子，他的媳妇儿、他的妈妈、他的爸爸、他的弟弟全被以色列给炸死了。我就问你，就这样的人在加沙占不占少数？不占少数吧。那么这样的人，他们不成为哈马斯，成为什么？他们还有顾忌吗？没有顾忌了，家人全被以色列给干死了。我不卯足劲，我干死你以色列我不是哈马斯中的哈马斯吗？只要哈马斯有人，我告诉你，只要他强烈的去抵抗以色列，他的援军就不会断，他的援助就不会断，所以哈马斯一定能够撑得下去，他必然会撑得下去。但是现在中东打的不是哈马斯撑不撑得下去，中东打的是整个反美反以的抵抗之湖到底怎么打，伊朗到底怎么打，对不对？打击刚才我说了，伊朗的打击是肯定的，但是不是现在，伊朗有那么多抵抗之湖呢，他不用慌。最希望打的，我跟你说，就是咱家吃瓜群众，真的，其次就是以色列，剩下就是老美。把俄罗斯支开，也是为了不至于让伊朗打以色列本土打得那么惨。有一个搞笑的就是你伊朗每次打别人，你都会公布具体的时间，这说明并不是想灭了对方而是动作一定要到位对吧？民众压力也要考虑和得到释放你哪听说过真正打仗得提前通知的呀？上一次是不是提前通知了？所以老铁们，即使打也不会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严重，这不是吗？根据老美国防部的消息，俄罗斯莫斯科这几天在举行武器展览有80来个国家参加。这次伊朗过去了反而是给了俄罗斯不少的导弹，
自己的用不了那么多，反正都是给俄罗斯了啊。导弹给了一部分给俄罗斯，因为这也证明伊朗也不着急打以色列，懂吗？而老美对这个武器展老上心了，兄弟们，老上心了。最关注的就是俄罗斯有没有跟大国签署武器买卖协议。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老美最担心的，某大国这次派了更多的军事人员去俄罗斯学习还是传授知识了。怎么说？俄乌战争现在老铁们打成什么了呢？俄乌战争包括巴以战争，不对，俄乌战争打成了西方武器的试验场。乌克兰打了2年，缴获了不少老美以及西方武器装备，像德国的豹2坦克啊，黄鼠狼的步战车，以及老美的海马斯火箭炮，高卢基的凯撒那个榴弹炮，这些都是明星武器，对不对？这次熊猫派出去的代表团，他们去观摩、学习、研究老美和西方这些武器去了。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熊猫和俄罗斯把老美以及西方的武器底裤都给你扒了，直接把武器给你拆了，全部都是实物，1对1的分析。哎，咱就分析数据，甚至可以给你做一个逆向工程都可以啊。所以可以这么说，熊猫这次去俄罗斯那边，那家伙收获满满。你把老美以及西方的主力现役的武器装备全研究个遍儿，后期的仗我就问你，他们还没有研发团队，他们还没有制造团队，我就问你这仗他们怎么打？这仗他们怎么打，兄弟们，对不对？然后说完这个家，还有一个消息，这回好了吧，声卡场了啊！可能有很多人没注意什么呢？老美在今天又派了个团来咱们家了，主要人员是谁呢？是财政和美联储。第一站是咱们家，第二站站的是小巴嘎，因为咱和小巴嘎是美债最大持有国。目的是啥？他来的目的是啥，家人们？目的就是借钱，让咱买他的美债。这次老美来的主要议题就是关于贸易磋商和2度碰面讨论金融议题。我觉得老美这个时候来咱们这个目的啊，只有2个：门给我关上啊，门不关嗷嗷喊。第一个是劝咱们别动手，第二个就是来借钱，目的就是看看大国能不能买点美债。除此之外不会有其他更多有什么建设性的这个收获了，但是绝对不能因为这个就掉以轻心。为什么呢？因为啊，老铁们，老美的谈判方式确实比较阴险啊，他会给一个非常大的诱惑给你，转移你的注意力，但是核心的权限还是围绕货币跟金融来做文章。简单来说就是给你挖坑的。比如说之前啊，我们加入到世贸组织的时候，关于货币汇率的修改就是在基于这件事儿。有人会说是不是为了啥呢？为了接下来9月的那个美国的美元降息的事儿啊？怎么说呢？美国是想降息，但是大国不发话，光靠吸血小本的就能直接降息，美国人没有这么大胆儿，他不能这么干啊。因此呢，这次老美他来咱们这儿旅游来，谈不出3、7、4、5、6。然后就是除了老美之外，亚太这边咱们附近的越南也准备近期来访华了啊！据说是18号到20号，苏林上台之后，不仅首站他访问了咱们啊，还向联合国提出了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主要内容就是把南海不少的岛屿划到他们家那边。搞笑事就出来了啊，就是越南前脚装完弹，后脚他的供电站直接被切断了。而且这还不算完呢，家人们，有事儿没事儿让越南停电之外，这2天的消息我今天跟大家讲了，龙国跟柬埔寨完成了那个叫府南运河项目，大国来投资运河的施工啊、挖掘呀、管理权也给大国，但是柬埔寨可以分利益。原来老铁们啊，柬埔寨的船过那个越南，一艘船一次是需要付300美元，知道吗？付300美元。这回好了，现在柬埔寨
有通往南海的运河了。那么商船一艘船到出海口一趟的钱是多少呢？200美元。这200美元给的是柬埔寨政府，政府赚了钱，老百姓省了钱，越南就疯了，就说什么环保啊，什么七七八八的，说的这个事儿。现在亚太地区啊，老美是不停在给他的棋子在施加压力，比如说像飞猴子啊，还有小本的。而小本的最近有个消息，就是咱们说了，就是岸田辞职这个事儿，对不对？完了，今天岸田辞职呢，就是还没等咋回事呢啊！79周年这个日子，岸田故意去拜了厕所，找了他七七八八那些人一起去拜的啊！这个事儿咱不多说了，好不好？接下来跟大家再讲个话题，好吧？再讲个话题啊！什么事儿呢？就是核潜艇航母就位，美国司令直接干到了中东督战啊，给以色列一个大大的背刺。怎么回事呢？就说距离这个哈尼亚遇刺啊，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虽然说外界已经对伊朗不抱有什么期待，对吧？但是呢，美国以色列还在屏息，就是屏息以待，说伊朗到底怎么会报复我。目前伊朗的准备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还这么讲啊，第一时间就在联合国强调自己的合法性，紧接着和抵抗之呼紧急商议、紧急开会，和俄罗斯军方的高层就讨论，就是武器啊怎么部署啊，怎么购买这个事儿。接着还罕见的访问了沙特，这个你们都不知道吧？访问沙特了，得到了沙特阵营的明确表态，尊重伊朗的主权，暗示不支持美国跟以色列的立场。虽然说靴子还没落地呢，但是美国以色列方面持续焦虑，不断预测反击的时机、反击的规模和地点。伊朗隐而不发，隔几天放消息说要打，美以的防空系统啊，防空体系就一直在处于值班状态，天天喊狼来了，天天嘚嘚瑟瑟，天天往地底下钻。伊朗的军事反击和报复，刚才我说了，我说是必然的，但是怎么打、什么时候打，只能等待。另外一边，美国也在调兵遣将啊，家人们，美军预测啊，伊朗本周将会进行反击。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国防部发布了声明，说什么？说美国国防部大黑驴奥斯汀已经下令了，将佐治亚号巡航导弹核潜艇派往中东，大黑鱼啊，同时林肯号打击群快速赶往中东。中东现在已经有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了，对吧？2艘航母打击群，2支航母打击群，包括一个战略级别的核潜艇，直接干到中东。另外啊，美国中央司令部呢，这个司令叫库里拉，这个将军也将在中东亲自督战，和以色列叫协调防御。预测真主党会先发动袭击，他将会指挥美国呀、以色列啊、阿拉伯联军呐就是来抵抗伊朗的报复。现在以色列马上要顶不住了。当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和美国的防长大黑驴已经通话了，说伊朗以及其代理人的军事准备说明他们在准备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袭击，也说明说伊朗不会打的人能否解释美国为什么这么紧张？这什么意思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升级，把整个战事升级，拖了美国下场。他的目的显然达到一半了。美国把什么核潜艇啊，把什么人呢，把什么航母打击群呢，甚至什么巡洋舰呢，整个4500个浩荡荡美军的海军陆战队全给你干过来了。这些都是美国比较有威慑力的战略资产了但是这个事儿呢，还是暴露了美国如此调兵遣将，不是为了帮以色列干伊朗，而是保证他们在中东的人质能够安全撤离。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伊朗的有一个通讯社就报了，说在美国入侵伊拉克21年之后，美国再次宣布撤军，而且伊拉克的外长说跟美国的国务卿举行了一个发布会，宣布了国际联军在伊拉克任务结束的正式声明就什么概念？就是他们去访问华盛顿，在华盛顿发布了一个公告，说美国将会在以色列撤军。那我就问你以色列能不能撤军呢？在伊拉克美国军事基地3天2头，家人们，现在叮当456被干，
天天挨炸。就在前几天，伊拉克的美军基地家们遭到袭击了，造成美方7个人受伤啊！这已经是传统节目了。中东局势一升级，美军基地就会造成什么呢？就会造成严重袭击。